One, two, 3. 哇哦！现在不是1年1度的苹果交易优惠开始了吗？我也收到了很多的提问，预算有限的话，究竟该不该买 MacBook 呢？作为一个同时拥有 MacBook Air、MacBook Pro、Mac Studio、iMac， 并且大学几年都是用 MacBook 的博主，我想这个问题我还是有点资格回答的。那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，包括 MacBook 究竟适不适合你 ，MacBook 的优点有哪一些，以及怎么买更划算。视频很干，备好水哦。首先，如果你是大学生，平时泡图书馆学习和备考，或者是做一些轻量化的剪辑、平面设计工作，甚至做点小副业，同时还想包剧啥的，那我非常推荐你优先选择 MacBook Air， 更适合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Air 代表了性能阉割，除了码字看剧干不了重活。但事实是，这样一个 A4 纸大小和一支笔差不多薄的电脑，在我新疆旅拍期间呢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首先带它出远门，就是因为它比 MacBook Pro 更轻更薄，就算我的设备箱已经满满当当了，依然可以轻松的塞进去。加上它用手机的 Type C 就能充电，所以不需要再额外增加重量带电脑充电器了。第二 ，MacBook Air 的续航非常的顶，你敢相信这么薄的机身居然能高强度码字6-7个小时？我在新疆拍摄期间呢，经常半夜睡不着，就拿着电脑在楼下咖啡角写稿写到天亮，咖啡续了2杯，电量还剩一半。第三，白天外拍素材，我会当下立即导进电脑进行调色预览。MacBook Air 的屏幕色彩管理非常的优秀，和 MacBook Pro 并没有太大的差距，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偏色的问题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晚上回到酒店，我会直接开始剪辑。很多人担心 MacBook Air 的性能不够，其实呢是不存在的。N系处理器最大优势就是性能强、能耗低，加上超强的视频解码能力。剪辑相机和无人机拍摄的4K 60帧素材，甚至是全景相机的8K 素材都毫无压力。而且我这台呢还是2年前的 N2 芯片，更别提现在标配的 N4 处理器有近50%的性能提升。听起来呢，好像 MacBook Air 已经能完成大多数工作了。那 MacBook Pro 存在意义是什么呢？别忘了 MacBook Air 是没有风扇的，高负载情况下会通过降频来控制温度。在渲染素材量巨多的视频时，导出时长可能会比 MacBook Pro 增加2到3倍。因此呢，我在新疆期间只做80%的素材初剪，等回到工作室之后再换电脑做剩下20%的机器动效和后期。所以只要踏入了专业领域，像是自媒体、3D 建模、影视后期、音乐创作、数据分析等专业，你都需要换上 MacBook Pro， 不仅性能更强，散热更好，屏幕素质和续航同样比 MacBook Air 更优秀。那除了创作，其实 MacBook 还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。我列举3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，让我脱离 Windows 从此入坑 Mac 生态的优点分享给你。首先肯定是老生常谈的苹果生态。如果你凑齐了苹果全家桶，那你的工作效率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畅通。iPhone 上复制一段文字，就可以在 iPad 和 MacBook 上粘贴。上课时用手机录音下来的重点知识，课后可以直接在 MacBook 上播放。iPhone 上打开的网页，可以在 MacBook 上继续浏览。随时随地冒出来的灵感，在手机备忘录记下来之后，就能在任意一台苹果设备上看到它。而且这2年，国产厂商们都在努力的适配苹果生态。就拿我手头上这套 OPPO 全家桶来说，OPPO、OPad 都能直接给我的 iPhone、MacBook 传输文件 ，iPhone 也可以直接连接 OPPO 耳机和 Watch，2个生态之间的切换使用完全不会有任何割裂的感觉。所以说，目前这种局面受益最大的不就是咱们苹果生态用户吗？第二点 ，MacBook 自带日历就是一个超强的效率神器。自从做博主以后呢，我的日程就变得非常的繁忙，1年365天，有360天要工作到凌晨。如果不做时间管理，你就会发现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疯狂的 delay， 甚至可能要靠疯狂的压缩睡眠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。但如果把这些日程都在日历中提前做好规划，从1个月的总工作分配到每1周的任务进度，再到每1天甚至每个小时的具体安排，琐碎的事情一下子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了。而且 Mac 的日历还能联动苹果生态，不仅可以在任何一台苹果设备上看到今天的任务，并且到点该做什么 ，iPhone 和 Apple Watch 都会准时的提醒你。第3点，系统流畅且安全性高，这一点我相信同学们都深有体会啊！我甚至不知道我的电脑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360管家，每次安装应用程序呢，都要拿着放大镜仔细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。而基于 MacBook 封闭的系统生态，每个能在 Mac 上安装的程序呢，都是经受过严格审查的，所以完全不会出现广告弹窗，安全隐私性非常的高，即使是电脑小白也能上手即用。
最后，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怎么买的更划算，我把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的优惠力度整理出来了，记得截图保存哈。在选购上有个小 tips。内存尽量保证在16GB 以上，这样处理多任务或者面对大型工作都没问题，并且能够应对未来几年苹果推出的重大更新，包括 Apple Intelligence 啥的。如果预算还够的话，硬盘选择 1TB 能省很多的事儿；预算不够的话，可以选择个256GB，然后再外接个移动硬盘，1TB 大概在700左右，这也是我正在使用的方案。那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留下你的点赞和关注哟。我是乖乖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